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退后10步。沈成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！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衙马军上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军，沈成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第9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成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军见谅，末将沈成礼。吴越今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率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箭勘合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，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成礼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一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军得罪了。见过师中，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2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顾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师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九郎军。
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看河了。末将代办王氏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，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，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武为王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这又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，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六哥，这些事情朝堂上说一说也就罢了，咱们自家兄弟都明白，这只是机缘巧合，恰逢其事而已，却是当不得真呐。若当日崇元殿里站着的不是九郎，而是你。那上头坐着的是威压两朝、纵横南北、生生自汉家统绪，各取了16个州郡的契丹天子。你敢动刀子吗？我早便说过，老王外家的这些子弟，也就你还看得过眼。当年追随老王的那些勋臣工匠们，
这些年都相继凋零了，而如今还能够侍奉在王家之前的，就剩下令公了。这样的年岁，活久了，未必是件好事情。操心完了国家，还要操心自家。再大的功劳，再尽的情分，经过3代人，还能留下多少？老王弘时的时候，中原天子还是李嗣源吧？是。当时是后唐明宗在位。石敬瑭这个娃娃，那个时候做了河东节度使。老王虽在病中，心思却还明晰，对先王说：“石敬瑭活不过太久，若他还能活着，李嗣源的儿子便活不过太久。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，翁婿2人倒是还有些情分，可姐夫和小舅子这份情便不大靠得住了。老王嘱咐先王，不要做兔死狗烹、鸟尽弓藏的事。跟着他打下江山的这些老兄弟、老臣子，还是要宽容些。莫要让这些个人，莫要让大家伙没了下场。当时你也在吧？赵全当时在秦从第1都当都军头，护从王家。乌苏王确有此番遗教。先王后头愿意听老王的话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是很感念的，也便尽心竭力的去辅佐先王，这就有了这10年来的安稳日子。可惜先王轰得太仓促，很多话不及后人交代，年轻孩子经的事少，难免会觉得这个家业本来就是他家的，并不知老一代辛苦凶险，所以这份情分渐渐变淡了。令公诚然说的是，不过吴越却不是中原啊。萧山大营是7郎去的还是9郎？是9郎军。咱们这位小大王还不算糊涂。他若是7郎军去，又如何呀7郎长到现在这个岁数，就没出过王籍。若是他因业夺军，军中法度森严，又有沈城里这么个规矩娃娃守着，他怕是连军营大门都进不去。9郎去，沈城里便有些头疼了。人齐了，念吧。大王教命，王帝检校司空、内衙诸军指挥使洪处，聪锐勇毅，晓之刚略。文穆王时，数称褒誉，承逆兄以昭忠义，诛贪暴而靖州县。可内衙马步军右统军使，都点检西府、萧山、钱塘水陆马步诸军事，整饬营务，严肃纲纪，全防御，守捉，捕盗诸事，主者施行。
老沈，方才在营寨之外，还夸说你讲规矩，行军立战，法度森严，便如此不经夸吗？末将陈伟等参见九郎君。我倒不知九郎君是个什么东西，是何品质，是何差遣？军中行参礼，除了将帅之外，还有郎君一说吗？末将军中无状，请大帅治罪。兵是你的兵，将是你的将。有规矩在，有军律在，都要本帅来治罪的话，国家养你这个将主，又有何用？军中妄语，杖10；军中无状，杖20，30杖。来人呐，拉下去！啊，拉下去！帐中妄语，军中无状，你倒是会心疼人啊！若是依着不遵主帅这一条来治罪，这些人怕是要砍头的吧？还请大帅开恩。本帅不爱杀人，只是军中令行禁止，刑律森严，做错了事，用错了典，便不能不罚。错用军典，治刑不当，杖20。末将领罪，多谢大帅恩典。军中的事其实简单，你只要拿捏住了为首的，便拿捏住了这一军。沈承礼跟随六令公在苏州治军多年，久经风浪，要拿住他不容易呀。九郎君若是去夺沈承礼手中的兵权，此刻他已经死了。如若你去，你会如何做？啊？哦，萧山大营沈承礼部下有4个指挥使，9个副指挥使，我笼络这13个。行了，你也死了，在人家大营里，当着人家的面，向人家的兵施恩卖好，你以为沈承礼是死人吗？人家的兵，人家的将。你是求人家去办事情的，人家还担心你趁机夺了他的兵权。姓钱又能如何？手里有大王的教命又能如何？你就是攥着兵符令箭，满大营的吆喝。人家那是财货人情，养了几十年的兵和将，那是沙场上一道斩头立血，拎着自己的脑袋去看别人脑袋的。这是比骨肉血脉姻亲还要牢靠万倍的生死兄弟。你说结交就结交了，你说笼络就笼络了。那以令公所见，九郎君该如何做，才能够让这沈承礼奉教听命啊？他在乎什么，便给他什么；他担心什么，便让他放心。他的兵，他的将，上由他自家去上，
发由他自家去发，要世人买好，也让他自家去世人买好。坏人你来做，好人让他自家去当，尊卑上下，情义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人家也轻松，你的事情也做得了。太尉，都怪我的糊涂，连累了太尉。哎呀，慢点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九郎君此来本就没存着善心，如此挑剔苛责，不过是想借题发挥罢了。便是大王来到军中，也要讲道理人情。如此无事生非，即便大王来了，是。给我闭嘴！军中没有大王，没有郎君，只有将帅军相。此事本就是咱们不善，若再口无遮拦，休怪我不念往之，否则请分。大帅虽然年轻，却是个经历过战事的，有种规矩。此番他奉王教而来，手握兵符，生杀予夺，皆在他一念之间啊！都给我仔细些，小心伺候。是。回禀大帅，末将等领行完毕，特来交令。保德门至博弈坞这条官道上，布下半个多的兵力驻守，要立营垒、设卡子，盘查过往人等，禁绝行止。碧波亭水寨这儿，去1个多的兵力给我看住了，防止贼人从此处上岸，骚扰南城。博弈坞派去半个多的骑兵和1个多的步兵，将航站、码头、余杭酒肆、坊市、仓储都给我看住了，禁绝人员出入。今日夜里这趟差事，不要尔等杀多少人，砍多少颗脑袋，算多少斩首，要的是周详细致，要的是不该死的便不能死1个人，不该逃的便1个人都逃不脱。不滋事，不扰民，看的是诸将的能耐，更是忠心。吃了钱家和吴越百姓这许多年的老米饭，望诸君自家都掂量掂量，这趟差事要如何做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。你来。后面的事，用什么人，怎么用，调哪支兵，办哪个差事，讲谁罚谁，怎么讲怎么罚，都由你自家说了算。我能做主的，全都依你；我做不了主的，你草拟奏章，我来领衔向相府和大王奏请。安排。太尉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大帅的军令已下，你们是没听见吗？邓德月，在。封锁保德门外道路，绝禁行人。诺。
箭头，在。你率700骑兵驰援碧波亭。诺。王鄂，在。你率军直趋博叶坞。若是跑了一个人一条船，便让你的中军提着你的头来见本将。诺。快去！你救了自家性命，也救了众将的性命。末将惭愧。若来得及，说不定还能救下胡令公。今夜王宫的局面，不是大王手中有没有兵，而是大王敢不敢用将。说白了，大王敢不敢信？那大王会信谁呢？你们是亲戚，你觉得大王敢信谁？林公，如何算信啊？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在军中，做事情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。信，便用；不信，便砍了。哪有那许多啰嗦的？做大事最怕的就是犹豫狐疑。工部尚书胡景，全浙东营田大使，这算不算信？不算，这分明是不信。既然如此，那水丘就去大王那儿复命了。我老了，便不送了。站住！父亲，小心此人有见识有胆识，对王室忠心，心思机敏，能察人心思，一谋亦能断。我死以后，你们斗不过他。儿子本来没争没斗，是父亲一直在争在斗。果然是个蠢材。胡令公所为，纯为自保。是，这是臣的判断。胡府内，家丁披甲持械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就连胡令公自家都披了甲，这是为了自保。是。与程昭岳暗中勾连，明知程昭岳预谋不轨，却既不奏告也不阻止，这是为了自保。眼见着程昭岳在亲从亲卫6都中大肆收买笼络军佐将卒，他以国家重任，上统军使之尊，坐视姑息，甚至暗中助其行事，这也是为了自保。是，这都是为了自保。大王，请深思。今夜之前的陈昭岳，与今日之后的陈昭岳是不同的。水丘公的意思，孤听明白了。说到底，还是孤做错了事，用错了人。大王，今夜之前，陈昭岳是深受大王信用的内都监使，收买笼络禁军将佐，在外人看来，那不是陈家自家私下的行径，是大王的手艺，是大王越过执掌兵权帅印的统军使，派陈昭岳以财货去笼络军中将佐，是大王以诡异隐私的手段
侵夺将帅之权。程昭岳是大王钦点信用之人，他与胡令公勾连，胡令公只能是认为也是大王的授意。即便程昭岳说明了要图谋不轨，但是在胡令公这样的一位不被大王信用的老臣众将看起来，那也只是大王对胡令公的猜忌和试探，甚至是更加恶毒的图谋与构陷，是请君入瓮，是引蛇出洞。君臣相议若此，古之过也。今夜的请示，弘历公也只能将家丁聚集起来，就算顾不了大局，总守得家宅清宁，不受贼人的滋扰冒犯。故这些年亲近性命，疏远老臣，与胡令公之间生了嫌隙，这才令程昭岳这等贼子有了可乘之机。水秀公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大王有教。臣胡进思，恭领大王教命。决尔功臣，勋略两朝，辅弼圣主，招讨宵禁。本宫有妙想之诺，元帅有事主之诚。内衙马步军上统军使胡敬思，九份王氏、荣英两朝可大司马权。内外诸军事，京畿州县，军中将佐，西应提调，营中诸务，故不遇也。大司马，臣胡进思，谨奉大王教命。我书兵符在此，请令公入衙试事。给老夫备马。父亲年纪高迈，还是乘车安全。你们见过骑不得马的大司马吗？备马！末将等参见大司马。老夫受大王教命，提调内外军马，整治京畿防务。自即刻起，锁闭罗城各门，官民人等不得出入。没有老夫的军令，便是手持大王教命。眼先与我拿了再说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今夜王都不进，有贼人图谋不轨。自此刻起，全城宵禁，内衙各都要派出人手上街巡查。但凡有人上街，不管是官是民，先与我拿了再说。待到天明再行甄别。若是有人胆敢抗拒，就地扑杀，不待后命。诺，谨遵大司马号令。诸将务必仔细办差，忠亲王室，怠慢轻忽者斩。末将等谨遵大司马号令。少个钱，末将在。你出城去，与九郎君联络，问问他那里事情办得如何了。若是军中有人
胆敢不听九郎君的号令，你不必回复。拿着老夫令箭，直接斩了。诺，末将领命。马步军司那边传来消息，胡金司拜了大司马，接管了内外兵权，下令全城宵禁戒严，所有的官民人等不得出入啊！大变在即，小大王居然有胆子了。城外秦淮社那边可有消息？没有。来等。时间太短了，来不及了。各地的人手到齐了不到3成，大约还有7成还在路上呢。李元清那边有500黑云长剑都老卒，若真动起手来，王都这些没有见过血的少爷兵，未必能拦得住他。你说奉萧山营大帅，九郎军军令。所义务戒严，市民人等不得出入行走，违者立斩。都头，我混出去看看情形吧。老实待着。支部，这是哪个营头的兵？上，就地格杀！大帅，内外皆已就位，不曾有异动。本帅不爱杀人。学文，在。你去求见江宁秦淮社大东主李元清，就跟他说，当年周中欠债的故人相邀，请他一步出来说话。欠债的故人，你家郎君真的是如此说的吗？东主明鉴，一字不差。从不曾听说过谁家债主要屈尊去见欠债。若你家郎君当真有心，便劳请他这个欠债的屈尊来见我这个债主。此人也忒无礼，这明摆的是窝藏祸心的。大帅，你乃一军之主，断不可轻刀显地呀。他身边有多少人？只有一个身材健壮的汉子，当年郎君在船上也曾见过他。安元说的也有理，那我自家也去见他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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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万不可呀！大帅，大帅，不可啊！大帅，这儿的兵权交给你，天亮之后，若我还没有出来，即刻进剿。若到时候我死了，便替我报仇；若我还活着，便先杀了我。我钱弘处断然不做质子。大帅，你们都先退下。元清兄，钱弘处在此，请赐一剑。
你在此候着，用不了多少时辰。诺。你也出去候着吧。还是这般不爱讲话。汴梁一别，九郎君倒是无恙。元清兄此来，究竟带了多少人啊？10万大军，九郎信吗？当年都不会信，更何况今日。3000甲士，九郎信吗？当年或许会信，可今日不信。500老卒呢？九郎信吗？信。这些人现下何处？你到此处来找我，便是为了此事。伯夷吾乃王都基府最为繁华生息之地，洪处不愿看到此处受了刀兵之灾。洪处是来议和的。议和？为你我？为南唐？亦为吴越。我虽行走于南北，却并无古之行人出使地盟之权。元清兄受命于谁啊？是皇太帝还是润州的燕王？这倒真是交浅言深啊。福州之战，俘获南唐将卒12000有余，生擒枢密副使查文辉。若迎其还乡，不论是在皇太帝还是燕王面前，都是一桩大人情、大功劳。贵国列祖皇帝时，你我两国和睦，近10年来不曾有大战。如今，贵国天子御疾以来，大战3场，1000人之战12场，我吴越军民亦有不少被掳去贵国。若能达成和议，使唐人归唐，吴越人归吴越，两国就此罢兵，也算是元清兄和洪处的一件大功德吧。九郎打的可是好算计，和议之事，乃是两国之事。九郎算准了，只要提出和议，元清是万万不敢做主的，势必会请示江宁朝堂与陛下。这一来一回，没有个3、5日，是不可能说清楚的。而吴越今夜之危，却不可能拖个3、5日。九郎此意一出，无论和议之论是真是假，至少今天夜里，元清是万万不能出手的了。正是如此。元清兄若看重的是个人富贵，那自然可以当做从未听过洪处讲的这番话。可若元清兄心中尚有家国之念，那今夜势必要偃旗息鼓了。九郎何以如此笃定？李元清不在乎个人富贵。元清兄看重的是个人富贵啊，那更好办。我吴越台州刺史之职已缺至半年之久，我愿亲书表彰，奏与当今大王，保荐元清兄为台州刺史，知本州事。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！昔年周中顽童，如今已成国家柱石之臣，吴越前世，国祚不绝。元清兄有决断了？元清亦想要个人富贵，可奈何胸中
仍存家国之念。东主，应时正了，城外、境外东主那边还没有动静。下去了。胡金丝觐见大王。老灵公，老灵公，姑错了，让老灵公受委屈了。大王，臣90岁了，什么事都没见过，些许琢磨，算不得什么委屈。臣唯愿大王能亲贤臣，远小人，记两代先王之志。臣即可便是死了，也能安心追随两代大王于地下了。老灵公是我吴越的大司马，战败不明，剑履上殿，孤还指望着灵公为国，青天保驾，开疆拓土呢。跪了一宿，秦郎君，办了一宿的大事儿，还未曾议你的罪。按理说，贪渎成性，阴劫贼人，图谋不轨，火焚内库，致使先王薨逝，就这几项罪名，一个寡字，那是逃脱不掉的。秦郎君。救命！我为何要救你的命？我又如何救得了你的命？小人自知罪无可悔，甘愿戴罪立功，只求郎君为小人说几句话。小人在此立誓，此生此世，甘愿为郎君驾前走马执权。郎君有所吩咐，小人纵肝脑涂地，亦不敢辞。教命以下，程昭岳私藏甲胄，因续死事，
勾结敌国，图谋大逆。以下有司，明正典刑，夷三族。将命以下御史台，从亲卫都调100人护从御史前往山岳社，将程昭岳拘拿归案。我不需要你肝脑涂地，将差事办得仔细些，莫叫人挑出错处来。小人叩谢季郎君活命之恩。山岳社，这。取水灭火！吁！坐下！火势太大了，不能抬上身体。听见了吗？一群鼠辈，待到秋来，9月8，我花开后，百花盛，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紫泉宫殿，锁烟霞，欲去无城作帝驾，欲兮不远，归日角。尽凡应试，到天涯。于今腐草无萤火，钟鼓垂杨有木鸦。地下若逢陈后主，其一重问后听话。这是程昭岳的仪表。
姑在问，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。大王明鉴，这是李商隐的诗。程昭月粗鄙不闻，不过是附庸风雅、垂死狂吠而已。大王不必挂怀。弃医重温，好听话。这贼子是在骂姑，他是在骂姑，是陈叔宝，在骂姑，是杨广。待到秋来9月8，火花开后百花杀。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。西风满院来，蕊寒香冷蝶。先生，青哥，方才一哥和一哥送的是谁的诗啊？是不知道，还是不能说？回先生的话，亲亲相饮是不能说。上前来。亲亲相饮，乃圣人伦常大义。你这亲亲相饮，用错了地方。大郎来了啊！除我以外，小乙哥还邀了旁人吗？没有。找我何事啊？衙内带枢密掌管府中内务，此人最重规矩，不该小人知道的，小人不敢问的。小乙哥，小乙哥，哎，小乙哥找我何事啊？啊，算了，先不着急说事。哎呀，把几日前咱们饮剩下来的那半瓮老酒，你差人取来，我先解解渴。哎呀，我说从哪钻出来个大呼小叫的屠户？你当副帅的枢密府什么地方？啊，翻楼的酒肆吗？哎呀，我哪有那胆子？我是看枢密不在，想讨口好酒，舒活筋骨。你如何知道副帅不在府中啊？我刚自晋中来，也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儿。官家与几位相公已经议了2个时辰了。那议的应该就是一件事儿了。什么事儿？九郎自杭州写来了信。他还知道来信啊？我还以为他在江南温润之地待久了，把你这位大哥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先生，这诗是我要送的，亲哥并不曾送，姨哥却是跟着我送的。先生要罚，只管罚我，姨哥的戒尺我也一并替他受了。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？王朝。黄巢是何人？反贼。一哥，回去坐吧。黄巢是反贼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唐末之际，藩镇四起，党争不断，烟患涌世。举国上下，无一人用心于治道。税捐延纳100年。苛政荼毒天下，人活不下去了，才会揭竿而起。你饿了要吃东西，这不是罪；你想法活下去，这也不是罪。
黄王御军入长安，安民书所及之处，京畿百姓迎粮引从，单师胡将以迎之。兵败关中之前，这黄王之军实在称不上一个贼字。造反了，如何不是贼？何为贼？残民以逞，是为贼；荼毒百姓，是为贼；苛政虐下，是为贼；盗掠人才，是为贼。商汤伐夏桀，文武除纣辛，都是造反，却不能称为贼。《周易》有云：“谓之革命。”什么叫革命？治世用法，治军以律，诛除苛暴，定乱安民，便是革命。周易上说，汤武革命，顺乎于天，应乎于人。不过文博先生刚刚新著的这一出，番楼市上的那些打卦仙儿们，估计又得重新编词了。大兄，给二爷请安。既是开了蒙，就要跟着先生多学些道理，别成天跟着你三叔瞎胡闹。是，谢阿爹教诲。大兄，是弟弟的错，大兄不要责罚一哥。哎呦，呵呵，还真是一个小男子汉呐！啊！钱家今年要减购。九郎在信中说的隐晦，其实就这么个意思。先是和南唐在福州大战了一场，兵马一动，事事都是钱粮。再加上夏秋两季，5、6个州连降暴雨，10几个县都闹了水灾。光赈济这一下，5月的府库怕是便要掏空了。而且，钱王有意捐免今年全境的赋税，这么一来，发往朝廷的常例年贡便捉襟见肘了。或许钱家九郎只是把话说得重了些。钱家老九，那可是敢在崇元殿上对张彦泽亮刀子的人。我不信，这样的人会为了少供些钱货，便对朝廷扯谎。如此，事情怕是有些不好办了。确实不好办。不然我找你干什么？昨日副帅还说，年后三军的犒赏还有好大个口子，而且三司杜支那边也已经把这20万算进去了。吴相公，九郎军连夜调兵，未能及时恩赏，全仗着一顿板子立威，才压住了金星。如今祸乱已平，镇国镇武各都上下皆是有功之臣，事前不赏，犹自情有可原；这事后不赏，这是要激起大乱子的。宣城侯，程昭月谋逆，一夜之间，山岳社在国中60多家分号铺子，有42家一把火烧了个干净，其余20多家只剩下一片片空房子、空院子，财货、银券、钱币、粮米却是半分皆无。朝廷兴大兵，大王如今连给汴梁朝廷的年贡都凑不出来。以前的贡事是由程昭月的山岳社预先支应，再与户部和宫中报销。如今程昭月已死，山岳社变成了个空壳子。这8万两匹银券，你只管与程昭月去要，老夫这里是分文没有。胡令公，你是大司马，军中诸将为你所尊，镇国镇武
哥都不过是随着九郎在罗城外绕了个圈子，刀未沾血，剑未离弦，如此的功劳，当得起一个人10民大钱的赏赐吗？七郎君，军中的那些娃娃们都是讲理的。张云这小子年轻，说的不对，有赏无赏，不是看是先是后，无功便不当赏，有功便不当不赏。九郎君，那一夜你是带兵的主帅，可否请郎君跟大王和当殿文武说说，平息程昭月之乱？你麾下的那些儿郎，是有功还是无功？是该赏还是不该赏？回胡令公的话，我是于畅子，不会带兵，只会胡闹。九郎，不得对胡令公无礼。回禀大王，臣弟顽劣，没有大司马的本事，在军中是打过许多人的板子，却从未发过赏钱。混账！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孤的朝堂，不是博弈无礼的酒肆渔场。大司马在和诸位相公商议国事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。叫你去东南行营，那是为了让你跟诸位太尉将军学些安身立命的本事，不是叫你去胡闹的。军中最重的便是赏罚，赏罚不明，那是要败坏国事的。你自少顽劣，人家叫你是于丈子，那是什么好名声吗？孤原以为这么多年你长进了，能为国家做些事了，如今这么看来，是孤痴心妄想。完了，孤每日多少正事要做，没心思与你置气。拔去你那衙右通军事之职，交还兵符。启郎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王兄，连你也要抗命！好，好，你有骨气，你硬气，收了他的兵符。程昱大司马，在孤，还有大司马和诸位太尉将军，你既不会带兵，孤也不难为你。滚去台州，坐上一任知州，好好体味一番什么叫做世道艰难。臣弟谨奉王教。明日一早便启程出发，沿途不许耽搁，更不许生事滋扰地方。若再让孤知道你敢胡闹，
断不轻饶。不必等明日，臣弟现在就回家收拾行囊，连夜动身，不在杭州，挨六哥眼。混账！父母上墙的烂泥！令国，哎呀，令国，这赏赐，末将和弟兄们委实是不敢要了。九郎君乃大王的爱弟，却因此事贬至台州。纵然此时大王盛怒之下，那不及细思啊！日后回想起来，心中难免对末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。那不成了祸事了吗？那夜平叛，九郎入营，真是一个人去的？一个人啊，营中夜禁，不能开门。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，我亲自看见的。连一个随侍也没有？没有。身上带了兵刃器械吗？也没有，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调兵的兵符。令公，这有何不妥？无妨，一个小孩子罢了。该领的赏还是要领。立了功便要受赏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。便是中原天子，也不能乱了这个道理。只是国家事多，国库空虚，便少要一些。哎，8万两匹确实多了些。砍掉一半，每个族士也能落袋5、6千钱，也算体面，就不叫大王为难了。令公英明。令公，其实此事上，末将等虽名为有功，只不过是辛苦了一夜，并未经得厮杀，也未曾有斩首。别说是5、6千钱了，哪怕是7、8百钱，那弟兄们都不敢嫌少啊。这是规矩，你不懂。武城那个相公也不懂。大王却不会不懂。